2039年11月，一个没有被写进任何官方史书的深夜，一支说不清番号的军队悄无声息地开进了北京城。他们没有冲向中南海，没有去占领电视台，反而直扑两个听起来最冷门却又最要命的地方，一个叫最高人民法院，一个叫中国人民银行，一个掌管着这个国家最后的审判权，另一个掌管着这个国家10几亿人口袋里的每一分钱。当这两座大楼在同一个夜里同时换上一面不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时，一个延续了将近1个世纪的名字就这样悄悄走到了尽头。从那一夜起，这片土地不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华国。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一部还没上映的政治惊悚大片？可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在于，写出这个剧本的不是哪个好莱坞的金牌编剧，而是2个来自日本的预言者。一个是曾经亲口预言过311大地震，连受灾地的地名都精准说中的事件者松原昭子。另一个就更离奇了，他自称来自2058年，是一个搭乘时光机器回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未来人，名字叫国分林。一个站在当下，一个来自未来，2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却在同一张中国地图上画出了完全相同的结局：分裂、改名、联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深挖这一场横跨阴阳2界，也横跨过去与未来的世纪大预言。中国真的会分裂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吗？那个叫华国的政权又会在2039年的11月从一场政变里诞生吗？这背后到底是神鬼莫测的天机，还是某种我们其实早就看见却一直不愿意承认的趋势？这期节目会比平常长一些，因为我想把这2条时间线一寸一寸地摊开在你面前。我相信你听到最后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我们先从那个站在当下的人说起。松原昭子在日本，这是一个让很多人又敬又怕的名字。他不是学者，不是政客，也不是什么大企业家，他给自己的身份定义是一个事件者。所谓事件，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去看见这个世界。他说，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总有一些他称之为不可思议世界的人，会在他耳边，在他脑海里告诉他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些声音不分昼夜，有时是画面，有时是文字，有时只是一种说不清的强烈直觉。他把这些讯息一点一点地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就成了他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预言。直到今天，他还在自己的会员网站上几乎每天更新着这些被他称为事件的东西。如果只是这样，那他和街角摆摊算命的大师其实没什么两样。真正让松原昭子封神的是2011年的那一场大地震。早在那场灾难发生的好几年前，他就在自己的文章里写下了一连串让人不寒而栗的文字。他写到了巨大的海啸，写到了东北，甚至他直接写出了陆前高田这4个字。而陆前高田正是后来在311大海啸里几乎被整座抹平的城市之一。当这座城市真的被海水吞没的那一刻，整个日本都记住了松原昭子这个名字。一个普通人能在多年之前就点出一座城市的名字，然后亲眼看着它被灾难吞噬，这种冲击是任何一场魔术都无法解释的。从那以后，他写下的每一句话都被人用放大镜反反复复的研究。这些年，松原昭子出过好几本书，书里的预言天南地北。他预言过传染病会席卷全球，后来新冠来了；他预言过熊会大量出没伤人，后来日本的熊灾真的闹得沸沸扬扬。他也谈过美国，谈过俄罗斯，谈过那个他口中后面藏着核子阴影的普丁。他甚至预言过未来的美国会诞生一位有着中国血统的总统，而这位总统的出现会对日本和台湾带来极大的影响。当然，他也不是百发百中，有些预言到现在也没应验，这一点我们后面会专门聊到。但无论如何，在日本的预言圈里，松原昭子这3个字分量极重，重到他随便一句话都能成为新闻。而真正点燃这次话题的是2026年5月初的一档广播节目。在那档节目里坐着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日本一本专门研究神秘现象的老牌杂志的总编辑，业内人称三上丈晴。
这本杂志已经创刊40多年，可以说是日本神秘学的一块金字招牌。而这位总编辑几十年来就是专门研究世界各地预言的行家，从欧美的大预言家到保加利亚的盲眼婆婆，他全都如数家珍。而那一天，他们聊的核心话题被直接打在了节目的标题上：松原昭子的预言，中国将分裂成为联邦。注意这个用词是联邦，不是分崩离析，不是天下大乱，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政治名词——联邦。一个原本高度中央集权，所有权力都向北京一点汇聚的庞然大物，在松原昭子的事件里，未来竟然会走向一种权力下放，由多个地区各自为政，在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联邦结构。这个画面光是想一想就足够让人愣神半天。要知道，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连一个省的省长都得紧紧听着中央指挥的国家，让它变成像美国那样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和议会的联邦，这在很多人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在松原昭子今年的书里，这个关于中国的预言其实还有更完整的拼图。他谈到，从某一位美国总统上台开始，那一场围绕着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角力会一步步走向白热化。他点出了一个时间节点，2027年。他说那一年中国会迎来一个重要的关口，而台海那道窄窄的海峡会在那个时候变得异常敏感。他还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提到一旦那里的油轮遭到攻击，日本国内的石油供应就会在瞬间中断。他描绘了一幅美中俄三方角力，把整张世界地图都重新洗牌的图景，甚至说到未来连天上的人造卫星都会在太空中彼此开战，而中国和俄罗斯私底下早就在进行着实战级别的军事演练。他还警告，未来的世界会面临一场严峻的粮食危机。在这些预言里，还有一个格外大胆的说法，他认为在更遥远的将来，美国甚至会出现一位带着华裔血统的总统。在他的想象中，当中国这个庞大的政治实体走向裂变，那些原本被牢牢束缚在这片土地上的华人力量，反而会以另一种方式散落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乃至于有一天悄悄地影响到那个世界第一强国的权力核心。当然，这个说法听起来实在惊人，真假更是无从查证，但他至少透露出，在松原昭子的眼中，中国的命运从来都不只关乎中国自己，他牵动的是一整盘错综复杂的世界棋局。把这些碎片拼起来，松原昭子想说的似乎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被内外压力反复挤压的中国，在某一个临界点之后，再也维持不住那种高度统一的形态，最终像一块承受不住内部张力的大陆板块一样，沿着一条条看不见的裂缝，先是碎裂，然后重组成一个联邦。这不是一次彻底的毁灭，而更像是一次剧烈的重生。听到这里，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也太扯了吧，一个联邦制的中国，这怎么可能？可如果我们把预言这两个字先放到一边，纯粹从历史和思想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联邦制的中国这个念头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它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已经被人反反复复地提了100多年。时间倒回到100多年前的民国初年，那是一个军阀割据，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的乱世。为了给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找一条出路，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吵翻了天。当时甚至出现过一股相当有声势的思潮，叫做联省自治。意思就是，既然中央政府已经烂到谁也不服谁，那不如干脆让每一个省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制定自己的省县，自己选自己的当家人，然后再由各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松散的联邦。这可不只是嘴上说说，在当年的湖南，一部正式的省宪法真的就被起草了出来，白纸黑字，煞有介事。而在南方的广东，也有实力派的军政领袖公开地举起联省自治的大旗，主张各省应该像兄弟一样平起平坐，而不是被一个中央死死地捏在手里。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在湖南有一个年轻人在一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里赫然写着湖南共和国这几个字。他在文章里大胆地提出，与其让一个无能的中央
硬撑着一个统一的招牌，不如干脆让各个省份先自己独立自治，把自己的事情管好。而这个写文章的年轻人，后来的名字全世界都知道，他叫毛泽东。是的，连他在年轻的时候都曾经认真地设想过一个由20多个共和国组成的中国。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充满黑色幽默。那个后来亲手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国家的人，年轻时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联邦主义者。时间再往后走，2008年的年底，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了一份文件。在那份后来被称为08宪章的文件里，他们明明白白地写下了一句话，主张在民主的宪政框架之下建立一个中华联邦共和国。为了这句话，为了这份文件，领头的那位作家后来被判了整整11年的重刑。法院的判决书里特别点明，说他主张的这个中华联邦共和国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铁证。一个联邦的构想能让一个人坐上11年的牢，这恰恰说明这4个字的分量有多么敏感，多么沉重。一个政权越是害怕一个念头，就越是说明这个念头戳到了他最深的痛处。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网络上还流传着另一种更激进的说法，有人把它叫做猪下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根本就不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应该像当年的欧洲一样，解体成许许多多个独立的、各有各文化和语言的民族国家。这种说法自然是被严厉批判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它危险至极，但它能够出现，能够流传，本身就说明分裂这个幽灵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这片土地。它像一条暗流，在历史的水面之下静静地流淌。而且中国人自己其实最懂一句话，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翻开那本厚厚的历史书，从春秋战国到楚汉相争，从三国鼎立到南北朝的对峙，从5代10国到后来的军阀混战，这片土地从来就不是永远铁板一块的。统一和分裂就像潮水的涨落，一次又一次的在这片土地上轮回。每一次大一统的王朝都觉得自己会千秋万代，可最后几乎没有一个逃得过分崩离析的命运。所以当松原赵子说出联邦这2个字的时候，他说中的也许并不是什么天外飞来的奇谈，而恰恰是这片土地骨子里那条最古老也最无情的规律。好，说完了当下的松原赵子，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今天的第2位主角登场了。这一位可比松原赵子要科幻得多，他自称来自2058年。故事要从2019年的12月说起。那个时候，一个没什么人关注的推特账号突然发出了一条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消息。发消息的人说自己叫国分玲，是一个出生在2034年的女生，在东京一所顶尖的国立大学读的是建筑。而她之所以会出现在2019年，是因为她搭乘了朋友开发的一台时空转移装置，从2058年一路穿越回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她说她回来一是为了偿还开发时光机器欠下的巨额资金，二是为了在过去留下自己曾经来过的痕迹。他甚至说自己在2019年买了一大笔当时还很便宜的虚拟货币，把钱包埋在了老家的院子里，准备等到2058年再回来把它挖出来。一开始根本没人把他当回事，网络上自称未来人的一抓一大把。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声称来自2036年的人叫约翰提托，在网络上掀起过轩然大波。从那以后，这种自称未来人的角色就隔三差五的在网络的某个角落冒出来，又悄无声息的消失，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说起这个约翰提托，他当年留下的故事可是一点都不比今天的国分玲逊色。他不只声称自己来自2036年，还说自己之所以要回到过去，是为了取一台老式的电脑回去拯救世界，甚至还画出了一张详细的时光机设计图。虽然他预言的很多事情后来通通都没有发生，但他开创的这一整套未来人的叙事模板却被后来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模仿了下去。每隔上几年，网络的某个角落就会冒出一个新的未来人，他们的剧本大同小异，
却又总能精准地戳中当下这个时代里人们心底最深的那一份焦虑。可很快，国分玲就用几条预言彻底点燃了整个日本的网路。他说，东京奥运会日本会拿到27块金牌。后来东京奥运真的办了，日本最终拿到的金牌数不多不少，正好27块。他还预言了当时那位日本首相辞职的月份，也说中了。他甚至在2019年的12月就放话，2020年的3月日本的股市会崩盘。结果第二年3月，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球股灾爆发，日本股市应声暴跌。1条、2条、3条，当这些预言一个接一个的变成现实的时候，国分玲的粉丝一度飙到了50多万，无数人开始相信他可能真的是从未来回来的人。他在台湾甚至也有了不小的名气，连知名的 YouTuber 都专门拍片讨论过他，把他和印度的那位神童相提并论。最后在2021年，他留下了一句日本的未来是光明的，便宣布要返回未来，然后那个账号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了。当然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国分玲也有翻车的时候，而且翻得很惨。他曾经信誓旦旦的预言2024年的1月10日，日本的十胜外海会发生一场规模 8.2 最大震度7的超级大地震，还会伴随着3到5公尺高的海啸。他甚至把日期、把震源、把规模全都说得清清楚楚。可那一天到了，又平平静静地过去了。那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次的失手让很多人开始怀疑，所谓的未来人会不会根本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有人甚至扒出他当年很可能是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小把戏，先用一个不公开的锁定账号，把各种互相矛盾的预言全都发一遍，等事情真的发生了，再把那条刚好说中的留下来，其余的神不知鬼不觉的删掉。这样一来，无论发生什么，他都能事后拿出一条神准的预言。日本有名的网络评论家也公开吐槽过他，说他那一套根本经不起推敲。所以在很多冷静的人眼里，国分玲恐怕就是一个利用了人们对未来的好奇精心包装出来的网络角色而已。所以国分玲到底是真是假，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有意思的是，哪怕他那场地震预言已经明明白白地落空了，他当年留下的另一段预言，那段关于中国未来的预言却因为太过具体、太过详细，直到今天还在被一遍又一遍地翻出来讨论。毕竟地震是天灾，谁也说不准。可一个国家的命运，一场政变的细节能编得如此丝丝入扣，这本身就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那么这位来自2058年的女生到底是怎么描述中国的未来的？我先把那个最核心的结论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在国分玲的口中，在她生活的那个2058年，地球上已经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做华国的政权。他特别解释说，之所以要叫华国，就是为了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中国政府做出区别。而这个华国因为2030年代后期的一连串内部冲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在一种多个政府并存的状态。请大家记住多个政府并存这几个字。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存在好几个互不同属的政府，这听起来是不是和松原赵子说的那个联邦隐隐约约的对上了？一个说多政府并存，一个说联邦，这不就是在描述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吗？一个从神秘世界看到的模糊轮廓，一个从未来带回的精确记忆，竟然叠在了一起。那么这场大变局究竟是怎么一步步发生的呢？国分玲描述的这条时间线细得有点吓人。他说，故事的种子其实早在2020年代的上半段就已经悄悄地埋下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心里头那个最深层的信念发生了一次微妙的转向。过去大家信奉的是由共产党来领导，去争夺这个世界的霸权。可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把总部设在深圳、设在上海的和美国关系密切的商人们，他们心里头信的变成了另一套东西。他们要的不再是党的霸权，而是中国企业的霸权。
一个是国家说了算，一个是资本说了算。这两股力量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冲突的引线。国分林说，到了他那个时代，中国虽然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了某种民主化，但中国企业集团在全世界呼风唤雨的霸权地位，反而成了那片土地上新的精神支柱。换句话说，党倒了，但中国人想当世界老大的那股心气并没有倒，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活着。接着，国分林说，从2020年代后期一直到2030年代的中段，中国的经济会陷入一段相当漫长的低迷。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权者犯了一个错，为了稳住摇摇欲坠的局面，党对企业的干预越来越深，越来越重。这下可就彻底惹毛了那些手握重金的商人们。你想啊，这些人辛辛苦苦把企业做大，做成了能影响全世界的巨头，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命脉随时都可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把掐住。于是一场我们在明面上完全看不见的暗战悄悄地拉开了序幕。国分林说，这些被逼到墙角的中国企业开始在幕后悄悄地推动起一场民主化的运动。他们有钱，有人脉，有遍布全球的影响力，他们要的是一个能让资本自由呼吸的环境。更要命的是，一些激进的人甚至开始把手伸进了军队的系统里面。说到军队，国分林的描述就更具体了。他说，就在这段时间里，连看上去铁板一块的解放军内部也悄悄裂开了一道缝。一边是传统的主张靠海军称霸海洋的势力，这帮人相信谁控制了大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另一边是一批新兴的认为靠海称霸早就过时了，未来必须要靠太空力量的人。他甚至点出，在这场较量里，有一位被称为创新军官的人物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他说，到了2030年代，中国在太空战略上渐渐落后于美国，眼看着对手在头顶的轨道上越走越远，而这支新兴的太空部队和保守的共产党高层之间，那种积累已久的矛盾最终成了后来那场政变的导火索。一群仰望星空的军人和一群紧盯着地面权力的老人，终于走到了摊牌的那一天。你看，所有的线索到这里全都汇到了一起。低迷的经济，被激怒的资本，分裂的军队，落后的太空战略，还有那场在幕后越烧越旺的民主化暗火，所有这些都在朝着同一个终点加速狂奔。他们像一条条看似无关的支流，最后全都汇入了同一条奔向悬崖的大河。而那个终点就是2039年的11月。就在那个月，一场政变爆发了。国分林说，发动政变的那支力量，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华国军，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攻打哪一个政府大楼，而是精准地一举拿下了2个地方，一个是最高人民法院，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到这里你应该已经反应过来了，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开头那一幕深夜兵变的真正出处吗？一段流传在网络角落，被很多人当成笑话的未来人预言，竟然藏着如此精确的细节。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这2个地方发动一场政变，要占领的地方多了去了？电视台、机场、党中央，为什么这位来自未来的女生单单点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如果你仔细琢磨，会发现这背后藏着一种冷酷到极致的政治智慧。最高人民法院，它代表的是什么？是这个国家最高的审判权，是法。谁握住了它，谁就握住了给所有人定罪和平反的权利，谁就握住了改朝换代之后那一把清算旧账与重建秩序的尺。新政权想要的从来不只是夺权，更是要证明自己的合法，而法院就是合法2字最直接的象征。而中国人民银行，它又代表着什么？是钱，是这个国家的金融命脉，是10几亿人手里那一张钞票背后的信用。谁握住了它，谁就握住了整个国家的钱袋子，谁就能让一个旧政权的经济在一夜之间彻底停摆，也能让一个新政权的钞票立刻变得值钱。法和钱，一个管人心，一个管钱包，一个给你定罪或者赦免，
一个决定你手里的钱还算不算数。在一场真正的权力更迭里，枪杆子当然重要，但能让一个旧政权真正死透，靠的恰恰是这两样东西。你可以把领导人抓起来，但只要法院还在按旧规矩运转，只要钞票上还印着旧政权的信用，那么这场政变就还没有真正成功。国分林说，当这两样东西同时落入政变者手中的那一刻，那个我们熟悉了将近1个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再也回不来了。一个全新的政权华国就从这2座大楼的废墟之上缓缓地升了起来。一个不到20岁就敢自称来自未来的人，能想到用法院和央行来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墓碑，这份心思确实不简单。还有一个藏在时间里的细节，同样值得我们细细琢磨。2039年，距离国分林在2019年留下这段预言，整整隔了20年。20年足够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长成一个荷枪实弹的军人，也足够一个看上去牢不可破的庞大格局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地松动。可他偏偏没有说这场政变会在明年或者就在最近几年发生。这种不近也不远的时间设定，恰恰给所有的矛盾都留出了充分发酵的空间，而这才是整件事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它不像那些廉价的末日恐吓，张口就是世界末日，而是冷静地给出了一张完全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时间表，要把一场政变的起因、参与的势力、占领的目标全都安排得如此合情合理。这要么说明它背后确实藏着某种我们看不透的本事，要么就是他在这套剧本上下足了功夫。他还补充了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细节，他说就在2039年，随着这场政权的更迭，那道把中国的网路和整个世界隔开的高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道防火长城，轰然倒塌。一夜之间，将近14亿的中国人第一次能够毫无阻碍地看到墙外的世界。可以想象，那会是一个怎样天翻地覆的时刻。10几亿双眼睛在同一个瞬间看到了一个他们被屏蔽了几十年的世界。他甚至开玩笑似的说，那1年之后，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日本网红，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看你在那14亿刚刚翻墙出来的中国观众里红不红。一道墙的倒塌，连带着改变的是整个东亚乃至全世界的网络生态。那么这个多个政府并存的华国到底会是个什么模样呢？国分林没有把每一个细节都说透，但我们不妨顺着他的描述大胆地想象一下，也许当北京的中央权威崩塌之后，那些早就财雄势大的沿海地区会率先站出来。深圳、上海这些被亲美商人经营了几十年的地方会建立起自己的更倾向于市场和开放的政府，而内陆的一些省份可能会抱团取暖，组成另一个更保守的联盟。曾经那条看不见的划分着沿海与内地、富裕与贫穷的线，会在这个时候变成一条条真实的政治上的边界。这些大大小小的政府谁也吃不掉谁，最后只能坐下来谈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松散的联合方案。这不就正好是松原罩子口中那个联邦的样子吗？一个由多个自治的部分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2位预言者，一个给出了结论，一个填上了过程，竟然严丝合缝。可如果我们把镜头从这些宏大的权力版图重新拉回到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又会看到什么呢？一个从小到大都习惯了统一货币、统一新闻、统一规则的社会，一旦真的裂成了好几块，那些原本住在同一个国家里的亲人、朋友、生意伙伴，会突然发现彼此之间竟然隔起了一道道看不见的边界。曾经全国通用的那张身份证，也许就变成了只在某一块土地上才管用的卡片。这些听起来琐碎却又无比真实的细节，才是一场历史大变局。真正压在每一个普通人肩上的重量，它不是史书上轻飘飘的一行字，而是一个又一个家庭实实在在的颠沛流离。所以无论这个预言听起来多么戏剧化，我们在谈论它的时候，心底对那些普通人的那一份悲悯始终都不该丢掉。而这还只是国分林描绘的那幅2058年世界地图里的一角。在他的口中，
那是一个和今天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说，未来会有一些新的国家诞生，在欧洲是加泰隆尼亚，是苏格兰，而在亚洲，那个新诞生的国家叫做台湾。他说，日本会在2045年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促成这件大事的关键背景之一，恰恰就是中国的这场政权更迭。他还说，未来的中国，也就是那个华国，和印度的关系会极度恶化，双方甚至会在马六甲海峡为了一座太空电梯的权利闹得不可开交。在他的描述里，那个时候的世界，汽车几乎全变成了电动车，手机薄得像一张信用卡，人工智慧早已无所不在。而中国，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国，它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你听出来了吗？在国分零的整套叙事里，中国的这场大变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像一颗投进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会一圈一圈地重新塑造整个世界的格局。一个分裂或者转型的中国会让台湾走向独立，会把日本推上大国的宝座，会让地缘政治的版图彻底改写。整个21世纪后半段的世界秩序，在他的口中几乎都是围绕着中国的这场崩解重新洗的牌。好了，现在让我们把两位预言者的拼图并排放在一起，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巧。松原赵子站在2026年的当下，他说，中国会分裂，会走向联邦。国分零自称来自2058年的未来，他说，中国会在2039年的一场政变后改名华国，并且长期处在多个政府并存的状态。一个说联邦，一个说多个政府并存，一个说分裂，一个说一场改朝换代的兵变。虽然用的词不一样，虽然一个笼统一个具体，但是这两幅图景的内核几乎是同一个，那就是今天这个高度统一、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走向解体，走向碎裂，最终以一种我们今天还很难想象的更加松散的形态重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个从不可思议的世界里听来，一个从遥远的未来带回，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来源给出了同一个答案。而且这种吻合还远远不止停留在结论上。当我们把两个人的预言摊开来，一条一条的比对，会发现连那些具体的细节竟然也在彼此呼应。松原赵子说，中国会在内外压力的反复挤压之下走向裂变，而国分零笔下那场由经济低迷、资本反扑、军队分裂层层叠加而成的政变，几乎就是在为这份压力补上了一段具体的剧情。一个在说结果，一个在说过程，一个提供了动机，一个画出了路线。当你把这两张看似毫不相干的图拼到一起的时候，一条清清楚楚的通往那个未来的路线竟然就这样浮现了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这份跨越了时空的吻合才显得格外的让人心头一震。更有意思的是那个名字华国，仔细想想，这个名字其实一点都不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这片土地上的政权骨子里都带着一个华字。国分零口中那个取代了中国的华国，某种程度上反而像是回到了一个更古老、更本源的称呼，仿佛命运转了一大圈，这片土地又绕回到了它最初的那个名字上。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冥冥之中的安排，谁也说不清。但这个华字确实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宿命般的味道。说到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值得我们留意。把目光放远一点，你会发现，预言中国会迎来大变局的，远远不止松原赵子和国分零这两个人。那位曾经被全世界奉为神明的保加利亚盲眼婆婆，生前也留下过不少关于东方巨龙的隐晦预言。而我们频道聊过很多次的那些预言者，无论是来自印度的，还是来自西方的，他们在描绘未来世界格局的时候，几乎都绕不开中国这个关键的变数。一个又一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预言者，竟然不约而同地把这条东方巨龙的命运放在了世界剧本的最核心。这件事本身难道不够耐人寻味吗？而如果我们把视线单独投向日本，就会发现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在日本，预测中国终将走向分裂，
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题材。早在好几十年前，就已经有日本作家写过以中国分裂为主题的小说，在书里细细地描绘华南地区如何率先反叛北京，整个国家又如何一步步陷入动荡。从那以后，这一类想象着中国崩解的书，在日本的书店里就几乎从来没有断过货。这背后既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情节，也折射出日本社会对身边这个庞大邻居那一份由来已久的深深不安。所以当松原昭子说出中国将要分裂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凭空起念，而是站在了这样一条早已流淌了许久的集体想象的脉络之上。当然，我知道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忍不住要说，这些预言能对上，会不会根本就是巧合？甚至会不会是后来的人故意把他们往一块凑，硬编出来的故事？这个质疑非常合理。我也必须诚实地说，我们手里并没有任何一份铁证，能够证明这些来自不同时空的预言真的指向了同一个未来。毕竟，连国分陵那场精准到日期的地震预言都已经实实在在的落空了，把这些当成板上钉钉的事实，那是不理智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既不盲目相信，也不一概否定，而是把它们当成一面奇特的镜子，去照一照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件事真正迷人的地方，恰恰不在于它是真是假，而在于那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从100年前的知识分子到今天的预言者，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同一个方向，去想象同一个结局？要回答这个为什么，我们也许得暂时放下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回到一个更冷静的视角。不管你信不信预言，有一个事实是摆在那里的：一个庞大的帝国越是看起来坚不可摧，它内部所承受的张力往往也就越大。松原昭子点出的那个2027年的关口，国分陵描述的那段从202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低迷，这些时间点其实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们背后都对应着一些真实存在的、正在发酵的压力。任何一个对东亚局势稍有关注的人，心里都会有一份隐隐约约的清单。一个正在快速老去的人口结构，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劳动力的红利正在一点点耗尽。一个曾经高歌猛进，如今却在拼命寻找新方向的经济，一道在房地产和地方债务之间反复拉扯，怎么也解不开的难题。还有那个所有人都在心里偷偷盘算，却没人敢大声说出口的问题：当那个站在权力最高点的人有一天不得不离开的时候，这个高度依赖单一核心的庞大系统到底会发生什么？一个没有了明确接班规则的权力金字塔，一旦顶端出现真空，那股向下传导的震动会有多么剧烈？这些问题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未必致命，可松原昭子和国分陵想说的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可能。当这些压力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恰好叠加在一起，相互引爆的时候，一个看似永远不会倒下的巨人，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我们今天完全无法想象的巨变。历史上，苏联的崩溃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当年那个看起来同样坚不可摧的红色帝国，从出现裂缝到轰然倒塌，快得让全世界的专家都瞠目结舌。没有人预测到它会以那样的方式，在那样的时间，那样彻底的解体。谁又敢拍着胸脯说，这样的剧本绝对不会以另一种形式在另一片土地上重演一遍？不过，公平地说，这里也必须泼上一盆冷水，因为预言中国即将崩溃这件事本身已经被人说了几十年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隔三差五就会有西方的学者、专家或者媒体信誓旦旦地宣布，中国的经济马上就要硬着陆，中国的政权马上就要垮台，甚至还出过好几本厚厚的畅销书，书名就直接叫做《中国即将崩溃》。可结果呢？几十年过去了，那条被无数次宣判死刑的东方巨龙不但没有倒下，反而一路长成了今天这个庞大的体量。每一次的唱衰到最后几乎都变成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所以当我们在聊松原昭子和国分陵的时候，
心里一定要绷着这一根弦。预言中国分裂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每一次这样的预言，到目前为止也都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了。这一次会不会又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谁也说不准。也正因为如此，这两个预言才更值得我们冷静地看待，而不是当成什么铁口直断的天命。所以这两个预言到底是天机还是趋势，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问错了。真正厉害的预言从来都不是凭空捏造一个未来，它更像是一个对人性、对历史规律有着敏锐直觉的人，把当下那些已经存在却被大多数人有意无意忽略的裂缝放大再放大，然后一路推演到了一个极致。从这个角度看，松原昭子的事件也好，国分灵的未来记忆也好，与其说是在预测未来，不如说是在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逼着我们去正视那些我们平时根本不愿意去想的可能性。他们是不是真的，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替我们问出了那个我们不敢问的问题。说起来，国分灵自己倒是讲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有人问他，你把未来都说出来了，难道不怕历史因此被改变吗？他回答说，他也不懂其中的原理，但历史似乎有一种自我净化的能力。他打了个比方，说如果把时空的流动比作一条奔涌的大河，那么个人想要去改变它的努力，就好像只是用一根小树枝在河面上画出一个小小的漩涡，漩涡转着转着，很快就会被滚滚的河水重新抚平。换句话说，在他看来，有些大的趋势一旦形成，就像那条大河一样，是任凭谁都改变不了的。我们以为自己能左右历史，可在历史那条大河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渺小得像一粒尘埃。可是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吗？如果历史的大河当真无法改变，那我们今天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去讨论这些预言呢？也许恰恰是因为未来还没有定型，因为每一个人此刻的选择都还藏着改变那条河流流向的可能，我们才会对这些关于未来的描述如此地着迷。在我看来，预言真正的价值从来都不在于告诉我们未来必然会是什么样子，而在于提醒我们前方还藏着另外的可能。只有先看清了那一条最坏的路，我们才有机会在岔路口上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松原昭子和国分灵真正的角色，与其说是预言家，倒不如说是两个站在时间长河边上，努力为我们点亮一盏警示灯的人。聊到这里，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中国真的会分裂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吗？真的会在2039年的某一个深夜迎来一场政变，然后改名叫华国吗？说实话，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国分灵那条精准到日期的地震预言已经用一场彻底的落空提醒了我们，所谓的未来人未必真的能看见未来。松原昭子的事件也始终笼罩在一层无法验证的神秘里，把这些当成板上钉钉的事实，去焦虑，去恐慌，那才是真正掉进了陷阱。理性地说，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强大的、运转着的庞大机器，任何关于它分崩离析的想象都还停留在想象的阶段。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街上的人们照常上班下班，这才是当下最真实的样子。但是我也不打算简简单单的把这一切当成无稽之谈，一笑了之。因为这些预言之所以能够流传，能够让这么多人着迷，它的背后一定有它的道理。它戳中的是这个时代里每一个人心底那一份对巨变的隐隐不安。我们生活在一个剧本随时都可能被改写的年代，昨天还觉得坚不可摧的东西，今天可能就悄悄出现了裂缝。我们对中国未来的种种想象，无论是分裂，是联邦，还是改名，与其说是在谈论那片土地的命运，不如说是在投射我们自己对这个动荡世界的所有困惑、所有恐惧和所有期待。预言从来都不只是关于未来，它更是关于我们此刻的内心。而对于我们这些就生活在这片土地周边，讲着同一种语言，流着同一种血脉的人来说，这份心情
其实要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加复杂。对岸那个庞大的邻居，他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牵动着我们的神经，他的安稳与动荡都直接关系着我们自己的明天。正因为靠得这么近，所以这些关于他未来的预言落在我们耳朵里，分量也就格外的沉。但说到底，我们既不愿意看到那片土地上发生任何形式的灾难，也由衷地盼望着，无论未来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住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真正的过上太平安稳的好日子。毕竟那里的山河与人间烟火和我们从来就不曾真正远离。2039年的那个11月，那一场深夜的兵变，那2座被占领的大楼，那个叫做华国的全新名字，到底会不会成真？也许要到了那一天，我们才会真正知道答案，又或者那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而这一切最终只会变成网络角落里一段被人慢慢遗忘的关于未来的呢喃。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结局如何，当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能过得安稳一些，幸福一些，那才是比任何预言都更重要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当2个来自日本的预言者，一个站在当下，一个自称来自遥远的未来，竟然在同一张中国地图上画出了同一道裂痕的时候，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足够让我们在今夜好好的想上很久很久了。历史的大幕从来不会提前剧透，我们能做的只是睁大眼睛，静静地看着它，一幕一幕地演下去。